当我们提到中国历史，第一反应总是它古老辉煌，但真相并非如此。事实上，中国文明最耀眼的高光时刻几乎是转瞬即逝的。从周礼秩序到秦汉统一，中国的黄金时代仿佛昙花一现，仅仅闪耀了几百年，随即便陷入长达1000年的消亡与动荡。这样的繁荣为何如此短暂？盛世背后所隐藏的，其实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早衰故事。殷商末期，纣王施政残暴，天下怨声载道。他的宠妃妲己被视为祸国根源。史书记载，妲己美艳无双，却心如蛇蝎。纣王为其倾倒，不惜耗费民力修建奢华的露台宫殿，又设下残酷的酒池肉林，可说是荒淫无度。与此同时，西方的周国日渐强大。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纣王仓皇逃回朝歌，最后在露台自焚，殷商至此灭亡。大约公元前1046年，西周封建政权建立，武王很快陨落，他的兄弟姬旦成为摄政王，一方面使用军队和宗法巩固政权，另一方面创立礼乐制度，规范各级贵族的行为。周公摄政7年，还政于成王，开启了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史称成康之治。礼乐制度分为礼和乐2个部分，礼主要从形式上规范正确的外向社会举止，包括每个身份的人应当履行何种礼仪和义务，最终形成等级制度。比如《礼记》中对于死亡的称呼，天子死了叫崩，诸侯死了叫薨，大夫死了叫卒，士死了叫不禄，庶人死了才叫做真正的死。经过周武王、周公旦的努力，西周奠定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封建制度和礼乐文化。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历史将妲己视为殷商的祸水，将女性与王朝覆灭相挂钩。这种刻板印象在中国历史上就此生根发芽。从妲己到杨贵妃，女性不断地被贴上祸水的标签，而背后的复杂政治却被一笔带过。这种推卸责任的方式，就好比后来的权力游戏当中，公卿大夫只想要礼乐制度下的礼遇，却不想履行封建制度当中的义务，那么礼崩乐坏也是必然结果。春秋时期，西周的礼乐制度逐渐崩坏，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在这混乱的背景下，孔子登场了。他的政治主张并非简单怀旧，而是想通过恢复周礼来重建秩序。孔子的努力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动机，他试图复兴贵族精英的社会结构，以此抵御连年战乱和诸侯割据。可是春秋战国的乱世，诸侯们各自为战，早已无心重礼，孔子的政治理想注定无法实现。而且这种秩序消失的事情，早在孔子出生以前就已经在上演了。我先父是个武士，不过他去世的早，小人好学，并无常识，全在自己。孔子祖上是宋国贵族，而坚守礼乐制度的最后一个贵族集团就是宋襄公。洪水之战中，宋襄公秉承着古典精神，告诉自己的军队，不攻击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年老的人，不进攻那些还没有列好阵的敌军。宋襄公力图恢复贵族的体面，但在战场上他惨遭失败。这场战争昭示着文明的消亡，也预示着总体战思维的萌芽。往后的战争不仅是诸侯与诸侯的争霸，更是平民与平民的厮杀，文明秩序将彻底被战争消耗。相比之下，中国确实是一个早熟的文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放弃了文明的秩序，而西方直到1战才发动了真正的总体战。君子之战要以仁义为本呐，寡人怎么做？战国末期，7国争雄，中国大地硝烟四起。秦国在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依靠严密的法家思想和铁血军队，逐步兼并6国，最终在公元前221年实现统一。自此，中国历史迈入全新纪元。所谓编户齐民的秦制，奠定了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秦制的显著特征便是严苛的集权和国家机器的壮大。通过商鞅变法，国家从个人到土地、赋税、兵役等所有层面进行了严密的控制。虽然秦国在短时间之内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机器，但其严苛的法治暴政也使得社会压力急剧增大，尤其是对普通百姓的压迫几乎到达了极限。农民、工匠、战士、学者都在沉重的徭役赋税之下苦不堪言。这种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与古代贵族政治形成鲜明对比。周礼时期，贵族阶层虽然高高在上，却也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社会结构。而秦制彻底瓦解了这种平衡，将权力集中在帝王与少数官僚手中，百姓沦为无权的编户齐民。早期儒家学者对这一点提出强烈批判。儒家强调道德修养、礼乐教化，而法家则主张严刑峻法，控制百姓。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与秦的法家思维针锋相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举动，正是对儒家精神的全面打压。秦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其对编户齐民的强调，牺牲了贵族精神和自治传统。贵族精神的消亡，使得社会政治结构单一化，精英阶层被严重削弱，而庞大的官僚体系则成为国家机器的唯一支柱。这种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当中央集权过于集中，一旦帝王无道，整个国家机器便会走向崩溃。
从长远来看，秦制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政治结构，集权与暴政的反复出现，皆与实行秦制有着深刻渊源。因此，秦的统一固然是一次飞跃，但这飞跃并非全然进步，而是让文明就此陷入高压统治的循环。这果然是匹好马吧？好马，好马，好马呀！这高国好马，司机接人马呀！没错，太荒唐了。秦朝灭亡，亡于过度集权，严刑峻法。陈胜吴广因此揭开了战乱序幕。随后的楚汉之争，更像是先秦旧贵族最后的挣扎。刘邦称帝后不久，旧贵族与封建势力再次反扑，所谓异姓王封国制度，几乎让汉朝陷入4分5裂的危机。英布、韩信等功臣封王割据，直接威胁着汉朝的稳定。这场危机迅速激化，最终在吕后和周勃、陈平的联手打击下，异姓王势力被彻底铲除。至此，封王领主的余威几近消散，而汉朝开始进一步集中权力，走向与秦制高度相似的统治模式。但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汉武帝时期，他在位期间推行了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被树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维护集权体制的理论基石。孔子的礼乐制度在这时被重新包装为统治工具。儒家表面的仁政与德治，实际上为皇权的高度集中提供了理论支持。秦制下的法家铁腕，汉朝的儒家治国理念，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实则都在为帝国的集权而服务，彻底扭转了先秦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汉武帝执政期间，外征匈奴、内修水利、穷兵黩武的政策让汉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然而，过度的战争开支导致沉重赋税，使得民生凋敝，社会矛盾加剧。汉武帝晚年已尽显疲态，卫青、霍去病等一代名将相继去世，帝国对外扩张的步伐也逐渐停滞。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史记》，深刻反映了这个时代矛盾的复杂性。他以史家的笔触记录了从商周至秦汉的历史变迁，然而《史记》中却充满了对帝国未来的忧思。尤其在《霍职列传》中，司马迁冷静地指出财富不均与民众困苦，隐含了对帝国即将陷入困境的预感。史书的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漠视感慨，仿佛汉武帝所推向的盛世不过是秦制延续下的昙花一现。文明的光辉总是伴随着衰微的暗影。西汉初年的重建并非全新的开始，而是对秦制的继承与修正。尽管汉朝在名义上取代了秦的苛政，以德治取代法治，但集权的根本模式未曾改变。帝国表面上的繁荣，终究无法掩盖内部潜藏的危机。我觉得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三国时期的前后出师表常被视为忠诚的典范，是中国历史极具文学性的篇章。在刘璋统治时期，益州确实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安居乐业。刘璋的统治虽称不上雄才大略，但却稳重保守，给百姓带来相对的安稳。益州在当时的战乱中俨然一片净土。然而刘备入蜀，借意讨伐刘璋之后，益州的命运发生巨变。他带来的并非和平，而是战乱的延续。他北定汉中，西取西川，四处征战，耗费蜀地大量资源，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到了诸葛亮北伐时期，蜀汉的衰弱已经难以掩饰。诸葛亮在前出师表当中说道：“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句话准确传达了蜀汉的困境。那么有一个问题，都已经穷成这样了，诸葛亮为何还要执意北伐呢？可能有人会说，这是一位忠臣的使命感，为了完成刘备的遗愿而不惜一切代价。然而这背后的博弈远非这么简单。从刘备入蜀到诸葛亮执政，蜀汉内部一直潜藏着不同的政治势力。刘备集团与本属蜀汉势力的对抗，也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间的平衡游戏。诸葛亮极力推行北伐，一方面为了应对外部曹魏的压力，但同样也在以战争维持蜀汉内部团结。倘若蜀汉失去北伐的目标，内部的崩溃恐怕比外部威胁来得更加迅速。刘备的皇叔身份实际上是当时衰世尚名义的缩影。三国时期的正统概念被演绎为历史的道德高地。在《三国演义》里，刘备和诸葛亮代表着忠义，蜀汉被渲染成正义的象征。诸葛亮一心北伐，他恳切的言辞感动了无数读者。然而真正的蜀汉却是三国历史当中最虚弱的帝国。而蜀地的疲弊并非治理无能，而是连年战争与过度消耗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蜀汉正统益州疲弊，好比历史的面子和里子，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像是帝国最后的挣扎。如此看来，出师表的悲壮既是左右互搏，也是帝国的挽歌。臣此次再出祁山，是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晋南北朝时期，乱世中的乱世，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这是主流史书对这段时间的概括。但倘若我们深究下去，会发现这段历史远比我们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
五胡16国、北魏建立、魏孝文帝改革，这些历史节点背后所展现的是一场震撼的文明交融和技术输入。所谓五胡，即匈奴、羯底羌、鲜卑等一族，他们在这段时间不断入侵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史书中将他们描绘成蛮夷戎狄，但这一标签更多是汉民族文化上的偏见。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蛮族恰恰带来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管理制度，尤其在军事和财政上，他们的统治水平要远超此前的汉人政权。他们高超的骑射技艺加之轻骑兵的灵活性，让中原军队望尘莫及。相较于沉浸在内卷和腐败中的汉人政权，蛮族部落更能适应资源匮乏的环境。尤其是拓跋鲜卑的强大军队，早在北魏建立之前就已经在北方立下了不败的战绩。北魏自建立以后，迅速征服中原大部分地区，将五胡16国的乱世归结于一统。北魏不仅在军事上凌驾于汉人政权，在财政治理上也极具智慧。其著名的均田制让北魏财政稳步增长，也避免土地兼并所带来的贫富悬殊，进而稳固了统治基础。鲜卑人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整顿了破败的农业体系，让中原地区再次回归繁荣。这些制度创新实际上是蛮族将原有的封建制度与中原资源管理相结合的产物，代表着他们创造力的高峰。有意思的是，随着北魏政权稳固，鲜卑人逐渐开始汉化，特别是魏孝文帝时期。孝文帝不仅迁都洛阳，还大规模推行汉化政策，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贵族学习儒家经典，甚至改革衣冠礼仪。他的这些举措表面上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汉人，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蛮族原有的创造力以及他们的军事传统。主流史观常常把这一时期描述为民族融合，但是这种融合并非单纯的文化吸收，而是蛮族向中原地区输入先进的制度和技术。鲜卑人入主中原后，尽管逐步汉化，但他们的军事组织依然为后来的隋唐帝国奠定了坚实基础。隋唐时期，中国迎来了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而隋唐的开国皇帝正是拥有鲜卑血统的军事贵族。可以说，蛮族不仅为中原注入新的力量，也通过自己的制度改革，促成了帝国的再次繁荣。可是，这样的强盛并没有持续太久。北魏之后，蛮族政权逐渐放弃了原本的封建制度，转而承袭汉人的编户齐民制度。这种制度将人固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资源的一部分。虽然它短期内有效，但削弱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从这个角度看，蛮族为汉人政权注入新鲜血液，但最终还是被大一统的帝国模式所吞噬。隋唐帝国的强大只是秦制延续的短暂飞跃，随之而来的依旧是衰亡的宿命。我们都曾以为文明是一个线性进程，但从先秦两汉的短暂辉煌到南北朝的长期动荡，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早熟的文明往往伴随着早衰，而这样的早衰正是后世无数王朝更替的伏笔。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止，我们今天所享有的一切，也不过是这段早世辉煌所留下的余韵。盛极而衰并非不可避免，但我们能否为下一次考验做好准备，还是一个未知数。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或许问题并不在于文明能走多远，而在于它能否承受自身辉煌的重量。